你敢信吗？一个喊着要给美军带路的大学教授，骂了半辈子中国，最后竟然拿着国家退休金安稳养老，这就是咱们当今舆论场的怪象啊。那这一期就聊下昨天视频里一个网友的评论，他说：那些公知媒体应该也一起抓去关。那些公知也常常到台湾网络造谣，反中协助台独势力，把台湾搞得很撕裂对立。这句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那今天呢，就借着这股子劲儿跟各位聊聊这帮吃里扒外的家伙。各位都知道房子要是进了白蚁，那外面看着再光鲜，里头的梁柱子早晚得空。现在的中国这帮所谓的公知，就是那群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白蚁。咱们先把公知这个词给正名儿。倒退个20-30年，那个时候的公共知识分子那真是让人竖大拇指的呀。那个时候的人敢说话，敢为老百姓喊冤，敢在这个社会不完善的时候挺身而出，那可是社会的良心是咱们老百姓的嘴替。但是这几年，你发现没，这个味儿变了。现在的公知成了一顶能换美元的帽子，成了一门生意。他们不再代表公共智慧而是变成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内部代理人。他们的套路是什么？不是为了让中国好而是为了证明中国不行凡是西方的那是粑粑都是香的，凡是中国的那就算是金子也是臭的。他们用质疑一切的姿态来博眼球，实际上是在干嘛？是在搞去中国化的心理战。怎么动摇你的国家认知？怎么压低你的民族自信？怎么抹黑咱们的主流价值？那这帮人心里面那是有一张路线图的。特别是那位网友提到的台湾问题，这帮公知那是真坏他们在这个国内网络上编造各种关于大陆的谣言、负面新闻。然后谁最高兴？台湾那帮绿媒最高兴哎呀，你看大陆教授都这么说了，大陆媒体人都承认了。他们把这些谣言当成弹药，转过头来攻击咱们，制造两岸对立撕裂民族情感，这就叫递刀子呀。那这帮人就是现代版的内鬼，在给分裂势力当内应。说个最扎心的例子也是最让我意难平的。有个叫焦国标的，以前那是北大新闻学院的副教授这家伙在2005年的时候那是语出惊人他公开发表文章扬言说什么，如果有一天美国兵打过来，我愿意给他们带路，我愿意为美国战死。哎呦喂，你听的这是人话吗？这是一个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嘴里面喷出来的吗？你想给美国人当狗，你去美国呀，你去太平洋里游过去可是最荒诞、最魔幻现实主义的事情发生了这么一个明目张胆的带路党，这么一个把汉奸2个字写在脑门上的人，在2022年居然正常退休了。也就是说，他骂了中国半辈子，最后呢还能安安稳稳的拿咱们国家的退休金，享受咱们纳税人供养的福利，去广场上遛弯。这个事儿比他那句为美国战死更让我感到脊梁骨发凉。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体制里有一种可怕的软性纵容。对于这种恨国党，我们是不是太宽容了？宽容的让他觉得我骂你有钱拿，我不骂你反而没流量。这究竟是制度的自信还是管理的缺位？焦国标不是孤立他只是冰山一角。有多少人手里面握着体制内的资源，凭着职称，拿着项目经费去这个国外参加研讨会打的是中国教授的名号，但是嘴里面喷出来的全是给中国列的罪状清单这就是典型的吃饭砸锅呀。再说那个柴静当年的穹顶之下那火的是一塌糊涂，我当时看了也感动觉得哎呀，这是为了咱们孩子的呼吸权这是好事可是后来呢，这个皮一扒，里面的瓤它是黑的数据造假，视频剪辑移花接木，背后有境外资金支持。
他嘴上喊着为了孩子，结果片子一火，人家带着孩子去美国呼吸香甜的空气了。而这部纪录片在境外网站上那是第一时间同步发布，连这个英文字幕都配得齐齐整整的。哎，你细品这是谁在操作？目的是什么？当一个团队在喊我们国家的空气正在危害孩子的时候，国外的媒体那是照单全收欢呼雀跃。而国内呢，人心惶惶，大家开始怀疑政府，怀疑发展，甚至怀疑这个国家还有没有希望。这种手段太高明了呀！他不跟你动刀动枪，他动你的情绪，他用环保、爱心、母爱这些你无法反驳的包装，把私货塞进去。这种情绪动员的背后是深层的文化博弈，他们不是为了推动中国进步，而是为了切割你对国家的信任。更可怕的是这种毒气已经渗到了咱们的教育系统里，正在毒害我们的下一代。2022年那个人教社插图的事儿，大伙儿都还记得吧？就是那些画的跟唐氏综合症一样的孩子，那些隐晦的暗示，那些纹身，那是给孩子看的吗？那是审美霸凌。更严重的是有些图文配合的信息根本不是失误，那就是极其拙劣的价值取向输出。还有那个云南省原教育厅厅长罗崇敏，堂堂一个厅长居然在公开场合诋毁英烈，还发文说什么中日战争其实是误解，是矛盾误判，还要建立什么中日平等历史观。呸！误解误判？那南京城里30万冤魂是误会，那大半个中国的焦土是误判。这种人会进教育体系那是把毒药往孩子的牛奶里掺你想如果我们的孩子从小看的是这种毒教材，听的是这种毒教授的课，那潜移默化的被灌输中国不行，外国月亮圆，中国人丑陋，洋大人高贵，那长大了会变成什么样？这就直接导致了现在社会上崇洋媚外的现象特别严重。就是你可以看看现在这个街头，特别是有些这个旅游景点或者是酒吧街，咱们有些中国女孩一看到那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哪怕他老外在那边呢就是个领救济金的流浪汉，到了咱们这儿呢也成了香饽饽，那叫一个热情非要凑过去合影搭讪，甚至以交个外国男朋友为荣。在他们这眼里只要是张外国脸，那就是高级的代名词。这真的仅仅是个人审美的问题吗？不，这是文化自信的缺失，这是审美观的扭曲，这就是那帮公知和毒教材几十年如一日的给咱们下一代精神贵族洗脑的结果。他们把咱们的脊梁骨给打断了，让这些孩子呢觉得当中国人不自信，当洋人的跟班才光荣。这就是去在地化这就是把咱们的根儿给刨了2024年底山西某高校有个座谈会，讲什么对外交流，有个教授大言不惭地说中国现在缺的不是科技，不是经济，而是对话能力。要让西方接受我们的时候，反而是我们得先学会接受西方的批评。底下的学生居然还鼓掌，这话乍一听吧，好像是挺谦虚，挺有道理的。但是我告诉你这就是典型的奴才逻辑。什么叫先学会接受批评？西方骂你没人权，你得接受；西方骂你新疆有强迫劳动，你得点头。这叫颠倒主次，这叫丧失立场。那相关传言还说这场座谈会有境外非政府组织 NGO 的资助背景，这哪是学术交流这就是洗脑大会那现在的伪公知问题不在于他们表达什么意见而是在于他们有意利用影响力去放大那些可以分裂共识的言论。这种渗透比外部的宣传更难防，因为它披着思考、反思、独立批判的光环，它在诱导你恨国才是爱国，背叛才是觉醒。所以说各位，那个网友说的对这帮人是该肃清一次了。但是咱们得把话说清楚，肃清不是不让人说话，咱们国家这么大肯定是有不足的，肯定是需要批评的。真正的知识分子
指出问题，那是为了让国家变得更好，那是啄木鸟啊。但是伪公知是什么？那是白蚁。他们指出问题啊，是为了证明这个房子啊该塌了，是为了让杨大人来接管。焦国标这种人啊，能让他安稳退休，就是我们体制的耻辱。这种再养7年直到退休的处理方式啊，就是一种危险的退让逻辑。态度软了一次，就会有第2个、第3个焦国标冒出来。如果这个法律啊迟迟不落地，在法不责众的背后，这帮众就会越来越多。我们需要的肃清是划清界限，言论自由不包括卖国自由，学术自由不包括造谣自由。知识分子可以批判，但是你必须站在国家利益的基石上，而不是跪在境外势力的脚底下。那这一次啊，咱们不能再当老好人了。对于那些吃着中国的饭，却想把中国的锅砸了给洋主子听响的人，那不管是教授也好啊，名嘴也罢，锅砸了，饭就别吃了，该查的查，该关的关，该让他滚蛋的就给他一张单程票，让他去他那个心心念念的西方极乐世界吧。咱们中国的地盘得留给爱这片土地的人。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